小孩子思维都很跳跃且逻辑独特，以至于小魏婴越是想，越是觉得说得通，就越是惊觉自己干了什么混账事。这不是提起哥哥的伤心事吗？哥哥，小团子弄不好繁琐的衣物，索性手脚并用地爬到蓝忘机身边，扒在蓝忘机腿上，扯着他的袖子，想挽回一下自己说错的话，却又不知该怎么说，急得小脸都红了。忽然脑海中一个画面闪过，小团子眼睛一亮，嗖嗖地爬上了蓝忘机的腿，张开短短的小胳膊，一把抱住了蓝忘机的腰，毛茸茸的小脑袋埋在了少年檀香卫的怀中。魏婴，蓝忘机被魏无羡的动作吓了一跳，呆愣中任由那软乎乎的小脸蛋蹭上了自己胸口，亲密的太过突然，他甚至都屏住了呼吸，又担心过于大的动作扯到魏婴胳膊上的伤，一时间竟僵着不敢动了。然而小魏婴哪知蓝忘机在想什么，还以为蓝忘机正伤心，小手努力的去够着蓝忘机的后背，有模有样的轻拍着。于是整个小团子就直接完全趴在了蓝忘机身上，蹭来蹭去，软软的发丝扫在蓝忘机下巴上，很轻，就像落在掌心的薄雪。魏婴，蓝忘机紧张到手脚都不知该怎么放了，心里默默挣扎了一会儿，还是控制不住的双手将小团子以一个保护的姿势搂在怀里，却又不敢用力，虚虚的僵硬着手护在团子身后，甚至开始担心过于激烈的心跳泄露了自己的情绪。哥哥乖，阿英抱。小团子没头没脑地咕哝了一句，继续把头埋在蓝忘机怀里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小手拍打着的节奏越是渐渐慢下来，眼皮开始打架。幼儿到底是不如少年精力充沛，且蓝忘机的怀抱实在太过舒适温暖，久违的安全感仿佛一支催眠曲。小魏婴彻底沉沦在那一片檀香之中，竟然就这么在蓝忘机怀里睡着了。小脑袋砸在蓝忘机胸口，小团子朝着那处温暖拱了拱，出于孩童的本能，寻了个最舒适的位置，满意的蹭了蹭，呼吸逐渐绵长，睡熟了。整个过程中，蓝忘机一动不动，任由小团子扒着他的衣襟，毫无防备地睡在了他怀里。不同于身形修长的少年，小魏婴的身体小小的一只，兴许是流落街头长得慢了些，比同龄的孩子又矮了点，分量也轻，但并不影响那满身婴儿肥的柔软触感。蓝忘机如同入定了一般，琉璃眸紧紧盯着怀中安静的小团子。半晌，小团子似乎有些冷了，又往蓝忘机怀里缩了缩。蓝忘机方后知后觉，应把人放到榻上好好睡，小心拖着小团子，生怕扰了他的梦中之景。蓝忘机没照顾过小孩子，平时舞剑御笔样样精通的手，此刻竟难得的有些笨拙。小娃娃的身子太软，显得过分脆弱，少年半跪在榻上，俯下身，拖着团子的后背和头，轻轻放下，过程中屏住了呼吸。天色渐渐暗淡，小团子被蓝忘机小心褪去染血的衣物，换上了干净的中衣，咂巴咂巴嘴，闭着眼，拽着蓝忘机的袖子不放了。蓝忘机轻轻拉了拉衣袖，又怕绣纹的衣料磨伤小孩子柔软细嫩的手，便索性脱靴上榻，轻轻在一旁躺下。今日功课做完了，剑法习完了。蓝忘机默默地想，宵禁已至，不会有人来了。想到宵禁，不可抑制的向枕着蓝忘机袖子睡得正香的小孩看去，心底泛起的涟漪在胸腔中撞了一遭。魏婴，小团子忽然咬了咬嘴唇，小眉头皱着，然后拼命往蓝忘机怀里钻去，或者不是往蓝忘机怀里钻，仅仅是像极度害怕似的，浑身颤抖着把自己缩成小小一团，向蓝忘机那个方向寻求掩护似的拱去，碰巧钻到了蓝忘机怀里。蓝忘机呆了一下，意识到小魏婴在做噩梦，有些不知所措。他从小就受过安魂礼，很少做梦，即使做梦，也从未出现过妖魔鬼怪的噩梦，眼下这种情况，他从未遇到过。小团子还蜷缩在他怀里发抖，受伤的小胳膊虽然没出血，却还是扯到了一样，不自然的僵着，另一只小手虚虚的捂着，还紧紧拽着蓝忘机的一截衣袖角，小脑袋埋在蓝忘机怀里。蓝忘机觉出胸口一片湿热。魏婴，蓝忘机试探着把手按在小团子的后背，姿势有些僵硬的一下一下扶着。别怕，魏婴。蓝忘机终于不再纠结，直接坐起来，
把小团子抱在怀里，一下下轻拍着。但他不善言辞，也不知该说什么，只能一遍遍重复着别怕。他从未见过魏婴脆弱的一面，那人似乎从来不知愁似的。他天性冷淡，不善言辞，除却亲人外，其余人都对他敬而远之。那个月光下拎着酒坛子的少年，就像一团跳动的火焰，融化了10里寒冬。一次次的撩拨，从最初的厌恶到不知何时萌发的情愫，他第一次有那种感觉，自己的喜怒哀乐仿佛都牵绊在那人身上，迫切的想要那个悬疑少年的目光停留在自己身上。而那个少年不像他一般，少年生性不羁，放荡洒脱，为人爽朗，自然是众星捧月的角色。而他性情古怪，还怀有那样龌龊的心思，怎配得上光风霁月的少年？然而少年变成了小娃娃，全然不似魏无羡那般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，什么都不怕的模样。会委屈，会哭，会害怕，怕别人嫌弃，怕别人生气，还会做噩梦。小团子仍然在颤抖，发出哼哼唧唧的抽搭声。蓝忘机心里软得直要滴出水来，把小团子抱着，用少年柔和的声线轻声安慰，低头将小团子软软的身子完全裹在怀里，再不顾忌什么了，因为这是魏婴，他哭了，他在害怕，他在发抖。小团子似乎是把自己哭醒了，动了动，从蓝忘机的怀中拱出头来，大眼睛红红的，水汪汪一片，目光有些散乱地打量着四周，头发被冷汗和泪水打湿，乱糟糟地翘着，嘴唇被自己咬得红肿，似乎还沉浸在梦中没缓过来，身子一抽一抽地发抖，泪水也不受控制地流下来。魏婴，蓝忘机心里一阵刺痛，酸涩的感觉又涌了上来。小魏婴听不见似的，仍然耷拉着肩膀抽搭，一口气没上好，竟一下子背过气去，抽噎了一下，软软的倒下。蓝忘机慌了，把小团子一把抱在怀里，拍着他的背，站起身给他顺气。小魏婴身体软软的搭在他肩上，一动不动。蓝忘机简直要疯了，将他放平，修长的指节抵住小孩的穴位，定了定神，压了下去。嗨嗨哈呼嗨嗨。小团子猛地一颤，堵着的一口气被呛出来，可算有惊无险。只是这滋味着实不好受，胸口火辣辣的疼，咳嗽的太过，嗓子里扎了刺一样，又疼又痒，眼睛也止不住地流眼泪，眼皮酸涩得很。魏婴，魏婴，你怎样了？蓝忘机轻拍着小魏婴的后背，焦急地扭头看着魏婴的反应。